你醒来，你房间的天花板看起来和昨天完全一样，但有些东西不一样了，更沉重了。早晨的寂静并不平和，它是压抑的，充满了你不知道如何满足的期待。你感到漂泊不定，无处停泊。你拿起手机，一个自动的姿态，屏幕的冷光涌上你的脸，几秒钟内，你沉浸在他人生活的海洋中。升职、旅行、蓬勃发展的关系，人们在进步。然而，对你来说，这只是在浓雾中生存的又一天。你不完全是悲伤或沮丧，你是瘫痪了，你迷失了。这种瘫痪的感觉，这种掉队的慢性焦虑，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疾病。这就像是坐在一艘没有舵的船上，被你不理解的洋流带走，看着其他船只高速驶过。你问自己，仅此而已吗？你觉得你的潜力正在被浪费，日复一日，但雾气如此浓厚，以至于任何移动似乎都是徒劳的，任何方向似乎都是错误的。你不知道该去哪里。这种感觉不是你个人的失败，这是现代漂泊的普遍症状。你成了那个遇难者。但如果我告诉你，你的问题不是地理上的呢？如果迷失不是关于不知道去哪里，而是关于没有正确的仪器来导航呢？外部世界，海洋将永远是混乱和不可预测的。解决方案不是等待迷雾消散，也不是等待幸运之风为你吹拂。解决方案是停止做一个遇难者，开始成为你自己船只的工程师。今天你不会找到一个安全的港口，今天你将学习建造一个永不失效的内在罗盘。这是你掌握内在罗盘5种校准的旅程。这就是我们引入内部船只的工程学的地方，斯多葛主义。忘掉那种只被动忍受痛苦的哲学的扭曲形象。这不是关于冷漠的接受，它是关于主动的建设。斯多葛主义是失落的心灵技术，是当所有外部地图都变得过时时，用于锻造内部导航系统的操作手册。这是建造一艘能够面对任何风暴的船只的艺术，不是通过试图控制海洋的傲慢，而是通过掌握船上仪器的纪律。你不需要风暴平息，你只需要确切地知道你的舵、你的帆和你的锚在哪里。这是你的训练，这就是我们引入内部船只的工程学的地方，斯多葛主义。忘掉那种只被动忍受痛苦的哲学的扭曲形象。这不是关于冷漠的接受，它是关于主动的建设。斯多葛主义是失落的心灵技术，是当所有外部地图都变得过时时，用于锻造内部导航系统的操作手册。这是建造一艘能够面对任何风暴的船只的艺术，不是通过试图控制海洋的傲慢，而是通过掌握船上仪器的纪律。你不需要风暴平息，你只需要确切地知道你的舵、你的帆和你的锚在哪里。这是你的训练。你的瘫痪源于一个根本的诊断错误。你认为你需要一张详细的地图，但你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功能正常的罗盘。你筋疲力尽，因为你试图预测海洋，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耗尽了你所有的精力和注意力。导航大师，我们正在构建的原型理解这一点，他接受迷雾是航行中的永久条件，他接受海浪是不可预测的。他的焦点完全不同，他执着地专注于仪器。你控制什么？你的舵及你的行动，和你的帆及你的反应。海洋不关你的事。哲学家皇帝马可·奥勒留，一个在瘟疫、无休止的战争和政治背叛的混乱中航行的人，不断地谈论建立一个内在城堡，这就是你永不沉没的船。他在他的个人日记中写作，不是作为一个神，而是作为一个努力保持舵稳定的凡人。他明白外部世界的稳定是一种完全的幻觉，唯一可靠的土地是你自己内心建造的那片。你的心灵当被这些原则校准时，就变成了那座城堡，它成为你船只的指挥桥。在那里，你是船长，冷静而从容，即使外界在燃烧。我们从唯一诚实的起点开始，完全的接受。你的第一个导航行为不是启动引擎，也不是设定目的地，而是看着围绕着你的迷雾，感受你脸上冰冷的湿气，并且第一次不去对抗它。你需要接受你迷失了这一事实。
斯多葛主义称之为热爱命运，对命运的热爱，这不是一种被动的爱，而是一种认识，即这场迷雾是你的零点，这是给予你的场景。遇难者憎恨迷雾，他诅咒漂泊，导航大师则接受它作为航行的基本条件，作为他技能的训练场。这里的内心冲突是巨大的，因为你的整个生物本能都在尖叫着相反的东西。你的头脑被训练去渴望清晰，你想要地图、全球定位系统，保证不确定性似乎是一种失败。当你将自己与其他似乎在直线航行的船只比较时，你的第一反应是恐慌或内疚。我应该知道我要去哪里。这场斗争，这种对迷雾现实的内抵抗，才是你瘫痪的真正根源。你花了100%的精力去对抗你唯一不能改变的东西——海洋，而只剩下0%的精力用于你唯一能改变的东西——舵。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仍然处于漂泊之中，他们忙于祈求那不来的风或那不照耀的太阳，以至于他们忘记了检查自己船体的完整性。接受迷雾是勇气的第一个行动。在那个时刻，你关掉了恐慌和自我批评的嘈杂引擎，这是一种深刻的沉默。你终于说：好吧，情况就是这样，海就是海，雾就是雾。现在我在船内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？这种焦点的转变就是一切。航海的比喻很清楚，船长无法驱散飓风，但他可以封好舱门，让船员做好准备。在你停止对抗迷失的感觉的那一刻，你重新获得了巨大的能量。你停止在如果怎样和为什么上浪费精神燃料。不确定性带来的瘫痪，只有在你抵抗它时才会存在。当你接受它时，瘫痪就瓦解了，因为你不再试图解决海洋的问题，你只是在接受邀请，开始校准你自己的仪器。你不再脆弱，你意识到迷雾不是死刑判决，这是一次导航测试，这是区分乘客和船长的东西。现代世界向我们承诺了平静的海面和永恒的能见度，而这个承诺使我们变得软弱，在第一片薄雾出现时，就把我们变成了被宠坏的遇难者。相反，斯多葛导航者知道，能见度是一种奢侈，但仪器是一种必须。你的内在罗盘只有在外部地标消失时才能被校准。这场迷雾不是你的敌人，他是你最严厉的老师。既然你已经停止了与迷雾的斗争，你就需要一个方向，但不是一个外部方向，不是一个模糊的目的港。你需要一个内在的真北，这就是斯多葛工程学最强大的工具进入的地方。埃比克泰德所教导的控制二分法，这是你罗盘的基本校准。你必须在此时此刻拿一张精神上的纸，在中间画一条硬线，一边你列出你无法控制的，另一边你控制的。这种清晰是导航大师的诞生。你无法控制什么？海洋，这包括全球经济、他人的意见，是否有人会认可你的工作、天气、交通、社交媒体算法，或者你爱的人是否会回报你的爱。他们是海浪、风、迷雾。遇难者试图通过控制这些东西来导航，他一生都在试图用自己的手去推风。这就是为什么他筋疲力尽、沮丧，并且总是感觉自己是环境的受害者。他变得被动，因为他的情绪和行动完全取决于海洋那天决定做什么。当然，冲突在于我们沉迷于试图控制不可控制的事物，这似乎是我们的默认设置。你担心未来，你反复思考过去，你努力管理他人对你的看法，这不仅是无效的，这是航海上的疯狂定义。这就像试图通过专注于地平线来转动船只，而不是专注于舵。在这种状态下，你的内在罗盘是坏的，它指向一切除了你真正拥有力量的地方，而这会耗尽你，让你因肩上宇宙的重量而瘫痪。斯多葛的校准在其简单性上是残酷的，你的真北只存在于你的控制范围之内。那是什么？两件事，只有两件：你的舵，即你深思熟虑的行动和选择，和你的帆，即你对事件的反应和判断。仅此而已。海洋可能会向你抛来一个巨浪，一个外部事件，比如一次解雇。你无法控制浪，
但你绝对可以控制你如何调整翻你的反应，恐慌还是机会，以及你如何移动舵你的下一个行动，哀叹还是更新简历。这种校准的结果是解放，这不是一个小小的解放，这是人类所能体验到的最大的自由。当你将你的真北定义为仅在你的舵和帆的领域内时，你就变得不可沉没。海洋可能是混乱的，迷雾可能是浓密的，但你总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。你的任务不再是到达一个目的地，你的任务是把下1英里航行好。焦点从结果不可控转移到过程完全可控，瘫痪消失了，因为总有一个你可以做的舵的动作。我们来到了打破你瘫痪的校准，你接受了迷雾，定义了你的真北，但现在你静止不动，船在漂流，又或是等待清晰，等待迷雾消散，然后才移动舵。这是现代漂泊的核心欺骗。你相信你需要清晰才能行动，斯多葛导航者知道的恰恰相反，行动创造了清晰，治愈你瘫痪的不是动力，而是运动。这就是最小且深思熟虑的行动的力量。这里的内心冲突是完美主义，这只是伪装成谨慎的恐惧。你的头脑被各种选择淹没，宁愿什么都不做，也不愿做错误的事情。你坐在船的甲板上，看着迷雾，花了一整天计划完美的路线。你想要保证，你等待灵感之风，那股神奇的动力之风会让你启动引擎，但风没有来。灵感是一个不稳定的访客。遇难者等待动力，导航大师自己产生动力。社会训练我们鄙视小，我们沉迷于大转变、激进变革、一夜成功的想法。因此当你瘫痪时，你的大脑会寻找一个宏大的解决方案来修复你的生活，但这个宏大的解决方案是如此令人生畏，它只会加剧瘫痪。你想，我需要找一份新工作，开始节食，读50本书，冥想1个小时。这份清单的重量压垮了你。另一方面，最小的行动看起来微不足道，几乎是对你问题大小的一种侮辱。于是你什么也不做。这就是船的比喻变成物理课的地方。你有没有试过转动一艘完全停在水面上的船的舵？这是不可能的。舵这个方向工具只有在有运动时才起作用，无论多么微小，水需要流过它，方向才能被改变。你的生活就是这艘船，瘫痪就是静止不动。你不需要火箭发动机，你只需要螺旋桨转动，即使很慢，以便水开始移动。最小行动就是你的螺旋桨。治愈不是一个5年计划，治愈是接下来的5分钟行动。如果你的房间一团糟，你的最小行动不是整理整个房子，而是把一个杯子放进水槽。如果你在职业上陷入瘫痪，你的行动不是找到梦想的工作，而是发送一封电子邮件或阅读一篇你领域的文章。这就是行动的工程学。你正在移动舵，你正在创造流动。突然间，那艘死在水中的船现在有了方向。你需要理解这个最小行动真正做了什么。它不会立即改变外部世界，它改变了你的内心世界。每一个深思熟虑的行动，无论多么微小，都是一种身份的声明。当你把杯子放进水槽时，你是在告诉你的大脑，我不是一个遇难者，我是船长，我掌控一切。你正在把瘫痪的受害者的身份换成深思熟虑的行动者的身份。运动产生更多的运动，今天的纪律成为明天的动力。遇难者看着广阔的海洋，然后放弃了。导航大师看着他面前的舵，把它向右移动了1度。这种校准的结果是，你停止了与自己谈判，你停止等待正确的感觉，感觉跟随行动，而不是相反。纪律是舵，动力是船留下的尾迹，是一个结果，而不是一个原因。你不再需要看到目的地，你只需要能够移动舵。想想塞涅卡，他提醒我们，生命并不短暂，是我们将其浪费在犹豫不决中。瘫痪是最昂贵的浪费形式。斯多葛的解药是专注于过程而非结果的行动。发送那封电子邮件的结果超出了你的控制2分法，但是撰写和发送的行为100%在你的控制之中。正是在这个行为中，你找到了你的力量。正是在那里，你的罗盘稳定下来。
你从这一刻起的任务不再是弄清楚你的人生，你的任务是定义一个单一的最小行动。你今天的舵运动是什么？不需要很大，事实上最好不要。它需要是小的、可执行的、立即的。它可以是整理床铺，它可以是步行10分钟，它可以是写一个句子。这些行动中的每一个都是对你罗盘校准的一次点击。你从中获得的力量是能动性的力量。能动性是这样一种感觉，是你而不是海洋在控制你的船。瘫痪是能动性的完全丧失。最小行动是恢复它的最快方式。你正在时时向自己证明，迷雾可能在外面，但在这里，在指挥桥上，有一位船长在做决定。外部的混乱再也无法触及你深思熟虑的核心。当你移动舵时，你向整个系统发送了一个冲击波。你如此寻求的清晰并不在地平线上，它隐藏在你自己的手中。它在等待你的命令。通过专注于最小的运动，你停止了预测未来，并开始构建你的现在。你成为了自己导航的工程师，一次一度。这就是自制力的含义。它不是一种持续辉煌的启蒙状态，这是在你不想做的时候移动舵的日常的艰苦的工作。这是有意识的选择，专注于你的螺旋桨，而不是诅咒海洋。最小行动不仅仅是一个生产力技巧，它是一种生活哲学。这是斯多葛主义的实践，将瘫痪转化为目标，一次一个动作。因此，你今天的命令很简单：移动舵，不要去想目的地，不要担心速度，只是移动舵。选择你那1%的行动，你那5分钟的任务，并执行它。这样做，你就证明了船仍然响应船长，校准正在起作用。迷雾可以继续，但你正在移动。你移动了舵，船在缓慢移动，但是去哪里？你的头脑现在没有瘫痪，开始玩他最喜欢的把戏——时间旅行。他跳到未来，跳到如果怎样，制造想象中的风暴，让你充满焦虑；或者他爬回过去，反复思考未选择的路线、失去的港口，让你充满悔恨。在这2种情况下，结果都是一样的。在当下的舵再次被遗弃，遇难者活在未来或过去。导航大师知道舵只能在现在被移动，这是锚的校准。内心的冲突在于，这种精神上的时间旅行似乎是富有成效的。我们的大脑进化成一个未来模拟和过去分析的机器。如果我对风暴足够担心，我就会做好准备。你想，如果我为昨天的错误惩罚自己足够多，我就不会重复它。但这是一个谎言。焦虑不是准备，它是灾难的演练。悔恨不是学习，它是自我鞭笞。两者都是漂泊的形式，它们是无形的暗流，在你忙着看地平线或你的尾迹时，把你拉向岩石。当你的思绪在别处时，你的船在这里。你的生活正在现在发生。焦虑的瘫痪是相信你今天需要解决所有未来的问题。悔恨的瘫痪是相信在你修复过去之前，你无法前进。导航大师明白，唯一的力量点，唯一舵真正起作用的地方，是在这精确的当下。当下是唯一可能采取行动的地方，其余的都是烟雾，其余的都是迷雾。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一个锚。什么是锚？它不能阻止海洋，它不能平息风，它不能驱散迷雾。锚只做一件事，且只做一件事，它阻止船被无形的暗流冲走。你在这里的锚是你的感官意识，这是将你的思绪带回到你的身体，带回到手头的任务上的刻意行为。这是感受你手指下木质的舵，聆听水拍打船体的声音，专注于下一个最小的行动。当你感到自己被未来的恐慌所拉扯时，你的指挥命令是抛锚，这意味着把你全部的注意力带到当下的任务上。如果你再写一份报告，你的锚不是对被解雇的恐惧未来，你的锚是你将要输入的下一个词。如果你在进行一次艰难的对话，你的锚不是你昨天说了什么过去，你的锚是聆听现在正在被说的话的行为。这就是斯多葛的正念，它不是清空头脑，而是用当下的任务完全填满它。现代心灵鄙视现在，它不令人兴奋。现在只是工作，这是舵嘎吱作响的运动，
是对帆的系统调整，未来有多巴胺的可能性，过去有悔恨的戏剧性。但马可·奥勒留在统治世界的混乱中，不断提醒自己，不要被整个生命所困扰，不要让你的思想一次性拥抱所有的问题，把自己锚定在当下。整个生命只由这一刻构成，然后是这一刻，再然后是这一刻。遇难者总是几乎在生活，他在等待清晰的到来，他在等待完美的条件，他在等待解决他的焦虑之后再行动。导航大师知道行动就是解药，他将他的思绪锚定在当下并移动舵。他可以看到远处的未来迷雾，他可以看到他身后的过去轨迹，但他的手和他的焦点牢牢地定在当下，这是唯一重要的地方。你从这种校准中获得的力量是操作性的平静。请注意，这不是一种被动的平静，不是修道院的平静，这是一个工程师在嘈杂的机房中的平静，或者一个外科医生在复杂手术中的平静。这种平静不是来自没有混乱，而是来自绝对的专注。焦虑和悔恨就像鬼魂，他们对你没有力量，除非你给他们你的注意力。矛不会让你刀枪不入，它让你稳定。风暴仍然在那里，海浪外部事件，难相处的人，坏消息仍会猛烈地撞击你的船体。不同的是，锚定在当下，你不再被他们冲走。你可能会被摇晃，但你不会被带走漂流。你会感觉到冲击，但你不会失去你的位置。你可以处理你面前的浪，而不是淹没在10个想象中的浪里。这种训练是持续的，你每天将不得不抛锚100次。你的思绪会逃脱，它会游荡，它就是这么做的。你作为船长的工作不是永远不让思绪游荡，你的工作是注意到它游荡了，并温柔而坚定地把它带回来，回到舵上来，回到现在。每当你这样做一次，你就加强了临在的肌肉，你正在锻造你的罗盘。如果你在这次校准中失败了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你可以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罗盘校准2，但如果船长醉心于未来的焦虑，或被过去的鬼魂所瘫痪，船就会沉没。当下是唯一的战场，这是唯一可以实践美德良好的导航的地方。在过去或未来没有美德，所以你现在的命令是这个：停1秒钟，感受你坐着的地方，你身体的重量，感受空气进出你的肺部，聆听你周围的声音，不要评判它们。这是你拥有的唯一时刻，这是你唯一可以行动的时刻。你所有的力量，你所有的能动性，你所有改变生活的能力，都集中在这一点上，不要浪费它，把自己锚定在这里。内在的导航者不是一个预测未来的预言家，他不是一个哀叹过去的历史学家，他是一个当下的主人。他知道焦虑是校准中的一个故障，一个失控旋转的罗盘。他知道悔恨是罗盘指针卡在了后面。当下的锚稳定了这根针，坚定地指向唯一重要的事情，现在需要做的行动。当你掌握了锚，世界的混乱可能是震耳欲聋的，但在你的内在城堡里，你的指挥桥上，有一种操作性的沉默。你很专注，你很从容，你很临在。焦虑可以敲打舱门，但它进不来。你太忙于导航了，你太忙于移动舵了。我们来到了最后的校准，也是最重要的。它将所有其他的校准联系在一起。你接受了迷雾，定义了你的真北，移动了舵，并把自己锚定在当下。但你如何确保你不仅仅是在原地打转？你如何知道你的导航是否在改进？答案是第5个校准：航海日志。这是夜间反思的神圣行为。在每一天结束时，当世界安静下来，船长退回到他的船舱，打开日志并分析航行。没有这个，经验只是噪音；有了这个，经验就变成了智慧。内心的冲突是及时而强大的。你累了，你的头脑说明天再说吧。他说有什么好反思的，这只是又一天。他说这是青少年的东西，或者重要的是专注于未来。遇难者鄙视反思，因为它迫使他面对自己的能动性或者缺乏能动性。简单的关机，打开一个屏幕，让分心的潮流带走夜晚。
第二天在完全相同的地方醒来，重复同样的错误，甚至不知道为什么，这要容易得多。这里的比喻至关重要，这不是一本你只是倾倒情绪的感受日记，这是一本航海日志，一份技术性的导航文件。这是船长的记录。船长记录什么？事实、行动、决定。他不会写今天的大海很愤怒，他写西北风8级，调整帆15度，船体倾斜但保持了航向。你必须对你的内在罗盘做同样的事情，目的不是记录事件，是记录你是如何航行通过它们的。关于这一点的初步结论是，反思不是一种奢侈，它是一种诊断工具，它是你船上的雷达系统，没有它，你就是在盲目航行。遇难者是被动的，他被一个浪击中并做出反应；导航大师是响应的，他被一个浪击中，到了晚上，他分析那个浪，他的反应，并决定下次如何更好的响应。航海日志是将一天中随机的混乱转化为对你的校准有价值的数据点。遇难者当他反思时，是以一种毁灭性的方式进行的，他淹没在内疚中，我真是个失败者，竟然大喊大叫，或者沉迷于傲慢，我表现得完美。两者都是无用的。导航大师像工程师一样使用日志，他打开他一天的引擎盖，以一种冷酷而富有同理心的诚实来看待机械结构。他不是在那里惩罚自己，他是在那里诊断和修理。瘫痪来自内疚，进步来自诊断。这是你与自己的每日汇报。你既是船长，也是总工程师。你不需要很多时间，5分钟，高度专注。你不需要技术，一个笔记本和一支笔是你最好的工具，因为书写的物理行为会减慢思维，并迫使你深思熟虑。你不是在为观众写作，你是在为自己写作。这是你最重要的辅导课程，而且是免费的。像塞涅卡和艾比克泰德这样的斯多葛哲学家们虔诚地实践着这一点。他们在一天结束时问自己3个基本问题：我今天做错了什么？我今天做对了什么？我今天遗漏了什么？这3个问题是你完整的诊断系统。他们分析你的舵、你的行动、你的帆、你的反应和你的锚、你的临在。让我们来剖析每一个。我今天做错了什么？这不是一个关于内疚的问题，这是一个工程学问题。在斯多葛意义上，错意味着我在哪里违背了我自己的罗盘，我在哪里表现得像个遇难者，我在哪里让风别人的意见或浪一种被动的情绪控制了舵，我在哪里牺牲了我的真北，控制2分法，并试图控制不可控制的东西。要具体，我在交通中失去了耐心，我在沮丧时大喊大叫，我因为害怕而拖延了。这里的内心冲突是诚实自我观察的痛苦。你的自我讨厌这个，他会试图为你的行为辩护，责怪他人，最小化错误。我大喊了，但那是因为他挑衅我。导航大师忽略了这个声音，他知道别人的错误是风，你的反应是你的舵。航海日志是存放绝对真相的地方，你必须直视错误，不是为了憎恨自己，而是为了理解失败的机制。这个比喻就像一个软件工程师在看崩溃日志，他不会因为电脑崩溃而憎恨它，他带着好奇心阅读错误代码。在这里发生故障是因为变量耐心为空，我冲动地做出了反应。内疚的痛苦是令人瘫痪的，它使你成为一个遇难者。诊断的好奇心是赋予力量的，它使你成为一个工程师。你记下错误，不是带着愤怒，而是带着清晰。明天，当这种情况发生时，我将以不同的方式调整舵。这第一个诊断的结论是错误的转变。错误不再是一个道德的死胡同，而是变成了一个技术数据点。遇难者被他过去的错误所困扰，他的船因他们的重量而不堪重负。导航大师使用他的错误作为压舱物，他分析他们，提取教训，船变得更稳定、更重、更难倾覆。你通过诊断学会原谅自己，而不是通过否认。现在第2个问题，我今天做对了什么？这同样重要，对许多人来说甚至更难。对，在斯多葛意义上，并不意味着我得到了什么，或我给谁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它意味着我在哪里按照我的罗盘行事了，
我在哪里是导航大师？你在哪里用美德移动了舵？你在哪里在迷雾中保持了冷静？你在哪里选择了最小行动而不是瘫痪？你在哪里把自己锚定在当下？这里的冲突是虚假的谦逊或冒名顶替综合症。你的头脑会说，这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是运气，或任何人都会这么做。你被教导去寻求外部的验证，港口的掌声，验证自己的想法似乎很奇怪，很傲慢。但如果你不承认自己有美德的胜利，无论多么微小，你怎么能指望重复它们呢？如果船长不承认船员何时航行的好，士气就会崩溃。这个比喻就像加固船体。每当你承认一个良好的导航行为，我很累，但我移动了舵，完成了那个最小的任务，你就是在为你的船体增加一块钢板。你正在时时向自己证明，马可·奥勒留的内在城堡是真实的。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哲学概念，它是你日复一日用你自己深思熟虑的行动正在建造的一个结构。自我验证的结论是自给自足的诞生。你自尊的来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，它不再来自不可控的外部来源海洋，而是来自你对自己导航的分析航海日志。你成为你自己验证的来源。在世人眼中，你可能度过了糟糕的一天，没有成交，受到批评。但如果你的航海日志显示你用美德航行，你就能平静地入睡。你是一个好船长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最后，第三个问题，我今天遗漏了什么？这是对疏忽、对瘫痪的分析。在应该移动的时候，舵在哪里停滞不前？你在哪里让锚失效并被未来的焦虑冲走了？你在哪里看到了需要完成的最小行动，但选择了手机或分心的舒适漂流？这个问题在瘫痪的藏身之处搜寻它。冲突是因不作为而感到的羞耻。承认一个错误的行为比承认没有行动要容易。不作为似乎是软弱、怯懦。你面对的是不确定性的迷雾，获胜的时刻。在你本该说话的时候，你却保持沉默；在你本该开始的时候，你却犹豫了。遇难者讨厌这个问题，因为它暴露了他的被动性。这个比喻就像绘制浅水区和危险的礁石图。当你记下一个疏忽，我因为恐惧 VI 而没有做最小行动 X， 你不是在惩罚自己，你是在你的导航图上放一个大的红色 X， 这里有危险，我的船在这里搁浅。明天，当你看到同样的恐惧或犹豫模式接近时，你的航海日志已经给了你警告，你将做好准备，你将绕过礁石或有准备地面对它。这第三个分析的结论是投射。航海日志不仅仅是关于过去，它是对明天最强大的校准工具。通过分析你做错了什么，做对了什么，以及遗漏了什么，你实际上是在为第二天的罗盘编程。你在结束夜间反思时，不是带着失败或自满的感觉，而是带着一种深思熟虑的清晰感。你确切地知道你需要调整什么。你停止了循环往复的生活，日复一日地重复同样的错误。遇难者重复着同一天1000次。导航大师生活在一个上升的螺旋中，每一天都建立在从前一天提取的智慧之上。进步不再是一个量子飞跃，而是变成了一个日常的、有条不紊的、不可避免的小调整过程。你实际上是在学习如何导航。这本航海日志成为你最宝贵的财产。它比任何外部地图都更有价值，因为它是你船只的操作手册，由你撰写，为你服务。它是你私人的斯多葛导师，你最诚实的导师。外部世界可能会变得更加混乱，迷雾可能会变浓，但这并不重要，因为每个晚上你都在你的船舱里校准你的罗盘，分析你的路线，并成为一个更好的船长。所有5种校准的最终结果是你成为了导航大师。你无法控制海洋，但你已经停止了尝试。你没有未来的地图，但你有一个永不失效的罗盘。你仍然感受到迷雾的恐惧，但你拥有最小行动的舵来移动它。你仍然被焦虑所拉扯，但你拥有当下的锚来稳定你，而且你有你的航海日志来确保每一天你的航行都比昨天好一点。从遇难者到导航大师的旅程不是一个目的地，而是一种日常的校准实践。你不再是开始这个视频时那个被迷雾瘫痪的人，现在
你有了仪器，你理解了舵、锚和航海日志。如果这个内在校准的旅程在深层次上与你产生了共鸣，如果你感觉到舵的重量回到了你的手中，那么就做出船长的第一个行动，认识到这次航行的价值，留下你的点赞，以表示你曾在船上并吸收了训练。如果你真的致力于在你的余生中掌握这艘船，请点击订阅，这无关数字，这是关于加入那些选择航行而不是漂流的深思熟虑的心灵舰队。现在你的第一个正式命令，我们想知道谁真正完成了训练并准备好掌舵。在下面的公共航海日志及评论区做2件事。首先，作为你的承诺声明，你作为船长的第一个意志行动，评论我掌握舵，这是你的公开声明，瘫痪的时代已经结束。第二，为了我们能够建立我们的社区，并知道哪些导航者走到了校准的尽头，也请评论航海日志完成。你的参与表明你是核心船员的一部分。最后，请记住，在这片海洋上，你并不孤单。现代漂泊和不确定性瘫痪的迷雾是广阔的，它影响着你认识的数百万人。你现在有了一张校准图，你有一个功能正常的罗盘，不要把这项技术只留给你的船。作为一名导航者，既然你看到了光，你的责任就是成为一座灯塔，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你认识的那个迷失在雾中的人。你将不仅仅是在分享一个视频，你将是在分享一套可以拯救某人免于漂流的航海工具。校准已完成，现在去吧，掌握舵。